各位观众，大家下午好。新加坡时间2025年8月29日周五下午的4点整，今天是七夕节，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七夕节快乐。之前跟随我们做过 OpenLedge 的挂机任务的观众老爷，今天的话，币安更新了一个任务，是关于币安阿尔法钱包的 Booster 任务。结合目前几期的 Booster 的回报来看是非常值得参与的。那今天的形式也是非常简单。这里呢，我们点击到立即参与，选择到加入此次的一个活动当中，只需要完成4项推特的关注、转发，就可以拿到这一个奖励。那么是共同瓜分这一些额度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它横幅下的其他类型的任务，都值得进行参与特别是最近几期回报还是不错的，并且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呢也进行了大更新。请保持每日的签到以及新手祝福区的任务，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很快为大家带来空投效应，而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的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会一直有空投，把平台量化的收益转化为 token 空投给大家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更新的 SYP 系统的话也抓紧时间去申请注册，注册的话是需要使用到我们的注册链接的那仅需要完成简单的任务，输入我们交易所的 UID 即可以获得对应的会员权益，解锁我们平台所有你能看到的指标功能。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，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。OKX 交易所最强新人福利，数字盲盒手续费减免。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，我们的注册链接也可以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。XT 交易所，全网合约最高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 49%。以及我们协同币安、OKX 和 XT 交易所进行的独家签约的跟单交易，利用手上闲置资金进行跟单，可以让自己的利益增长最大化。以下是如何在合约跟单当中找到我们这一个平台。接着我们来到流动性质押平台 Apriori 这个项目，应该是 Moon 的生态下融资最大的项目，没有之一。昨天的话宣布融资2000万，总融资的话已经来到3000万美金。这里的话需要每天进行签到和做一些 progress 的社交类型的任务，或者是添加一些对应的钱包。在这里呢，签到是有要领的，我们再三给大家强调一下。你去进行签到的时候呢，需要打开我们的 OKX 钱包，将当前连接这里的网络切换成为 Moon 的测试网。切换完成进行签到，扣除的就会是 Moon 的测试代币。如果你没有进行切换的话，你当前这个钱包是什么公链，它扣的就是什么公链的那个治理代币。所以很有可能会花费到自己的真金白银。另外，很多观众也会对这个分数比较好奇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取自于我们等一下要完成的这一个 Moon 的质押量来决定这个分数。所以呢，我们点击一下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进行到 Agree， 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然后在这里去进行质押，可以获得到对应的 APR Moon。如果你本身测试代币不多的情况下，我其实有讲过很多遍不过今天呢，我们再重新讲一下。来到 Moon 的官网当中当然这取决于你之前参与 Moon 的一个深度。那我们页面下拉来到它的 The App， 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我们在1周之前出过 Lumiterra 和那个 Moon 的进行联合的一场活动。那在这里呢，大家有没有每天进行签到呢？签到的话，不仅可以增加 Moon 的一个生态的那个交互度，还可以获得到对应 Lumiterra 的一些装备。这里呢，伴随每天签到可以得到不同的装备，然后装扮等等，可能会后续有一些加成了，所以每天要进行签到。然后这里收集一次它是要一直长按，然后收集。下方的话也需要再次点击，然后才可以收集我们对应的装扮。那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呢，再回到 Moon 的生态下，选择到这个 The App。这个 The App 它是类似于 CX 交易所。我们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，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我们更改一下 USDC 的币种将这个币种呢更改为我们持有比较多的，比如说是 Yaki。那这里我有1654个，我们对应的兑换成500颗，然后转移到这个 Moon 的测试代币。那这里它默认选择的话就是这一个500个可以大概兑换 1.79 个，然后进行到一个兑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测试代币了，然后去进行到一个质押。比如说这里我们选择到交互一下 0.1， 然后选择 stake， 这里我们确认一下。在影片的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参与一下灯塔 PHLOS。那么出了第2赛季其实很难评。在这样热度好的情况下，不赶快进行 TG， 然后反而出了第2赛季，是不是代表着一个 PUA 的程度呢？第一赛季的话，
所有你能看到的任务都有次数要求啊，91次的话就已经打满了，再打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积分加成了。怎么样查看自己的积分目前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？我们可以在这个 Discord 的伺服器当中找到这个 Command Only， 然后选择敲一下线，就下划线。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了，敲一下下划线，它这里第一条会有个命令，然后输入自己钱包的地址。然后复制下钱包地址进行粘贴，敲下回车。它这里呢会显示你当前的一个积分量，然后在这里会有所体现。然后这是第一赛季的内容，第二赛季的话有部分内容的更新啊，我们打算也给大家过一遍吧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，虽然我在1个月之前的话就已经给大家分享过这一个自动交互的脚本了，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提一下，在使用自动脚本交互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再三强调，使用到新钱包进行到自动脚本，一定要使用新钱包，不要使用到自己的主号，不要使用到自己的大号，不要使用到任何有资金的钱包，一定要是新注册的钱包。因为新注册的钱包没有任何风险，它不会对你什么造成什么损失啊或者之类的。你无非配套的话就是要一个推特。因为另起一个新号的话，它完成这个任务才会就完成以下社交类型的任务，它才会显示你的积分进度。无非就是配套的要有一个推特新的账户。脚本运行起来的话也非常简单啊。那这里呢，在我们登录好 GitHub 账户之后呢，选择到绿色的按钮，点击新建一下 Code Space。这里新建完之后呢，它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个代码的编译层。在这个方向上输入它给到我们的代码，比如说是克隆仓库。这里呢复制下代码就好了，没有什么难度了，基本上。然后这里我们允许一下，然后敲下回车，然后再运行到下一条命令是安装依赖，也是一样的，敲下回车，等待它这里再进行安装，稍微等待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在下方的这个文件啊，就是找到 pk.txt。在文本框当中呢，输入你钱包的私钥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，一定要使用到新钱包，不要使用到自己主号或者是有钱的钱包，因为它涉及到私钥，私钥一旦泄露的话，你这个钱包就不安全了。所以明白我刚刚一直强调的东西了吗？你这边复制好之后呢，就可以自动进行运行了，跟着这个步骤来走。就是你一旦私钥输入完成之后，直接可以运行脚本了。这里命令复制一下，然后它自动会帮你运行，懂我意思吗？这就是自动脚本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给大家过一下第二赛季的部分内容吧。很多任务跟第一赛季是比较重复的，比如说发送测试代币给其他地址，这两个地方都可以进行发送，然后邀请自己的朋友，这个不需要多说了。RWA5 的话，这边 R2 测试网需要跟大家提前讲一下，R2 测试网的话，在昨天8月28日下午3点钟就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在前天视频当中跟大家已经讲过了，如果你再去做它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并且 Discord 当中也已经明确说了，它是昨天的这个时候呢结束。我已经强调过了，你做 R2 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收益的，所以不要去做了。然后 Support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怎么做啊？好，打不开666，它这个 RWA5 的话更新的板块是真的没头脑了，就是这里呢连接好我们的钱包。选择连接一下 OKX， 然后确认签名一下，然后跟着它应该是有这个步骤来的。我们这边点击到这个按钮，选择到第一个，然后进行到确认。它这里的话会弹出一条付费资讯啊，再三确认一下。我们点击，然后就是创建看起来像是流动性的东西啊，我们点击一下确认。然后这里呢，选择到一个创建，进行 confirm。它这里的建议值高于303啊，确认的。然后我们点击一下，完成那一步的话，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啊，因为它当前账户的话没有办法这么快到账。然后一旦到账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附加选项，我们应该是要选择到更高级别的 NFT 去进行获取。选择到更高级别的话，无非就是要做2个步骤，一个是关注到他们官方推特，然后一个是核验他们，就核验是否关注啊，那就一个任务了。
最后呢，再去收集到对应的 NFT 奖励啊。我们给大家说过了啊，这个，那继续来到下一个 Stake， 不需要多说啊，跟第一赛季的任务的话是一模一样的。这里呢，选择连接好自己的 OKX 钱包，然后确认这次连接。跳转到推特，我就不跳转，怎么样？牛逼！好，它这里然后点击到参加活动。这个页面想要完成质押的话，需要点击到这个水龙头的标识，领取到它给到我们的 USD。然后这里我们确认一下这一笔交易。那这里等待一下就好了，完成接下来的质押，应该也没有什么难度啊，我们就加快一下进度吧，不然这个视频拖的时间太长了。然后 Trending 的话是有2个平台啊，在这里呢也是估计也是一模一样的操作了。这里呢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连接好钱包之后呢，这里 USDT 的话，大家很可能会显示到0啊。这里的0的话，教一下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。那我稍微研究了一下，它实际上就是第一赛季的 Swap 啦。然后将我们持有的测试代币一部分兑换成为 USDT 啊。那我们假设兑换完了，兑换完之后呢，这里应该就会有所显示了。不然的话，它这里并没有领取测试代币的那个标识啊。那你的 USDT 从哪里来呢？对不对？是因为我这里清零呢，是因为我之前把所有的 USDC 都换成了这个测试代币。然后随后我们再来到下一个板块。我把赛季换一下啊。接下来是第2个板块，它是这一个平台。这个平台的话，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，它打开的话，无非就是这个页面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点击到左侧有个水龙头领取的标识，在左侧啊，不要忘记这里点击一下，然后呢领取对应的测试代币，这边去做一下就好了。然后选择到来到交易市场，然后去进行到市场的做单，选择到做空或者做多，反正都没有关系，自己看着来。这个也比较好理解。然后再是借贷跟供应，点击一下，我们会来到这样一个平台当中啊，选择将我们持有的测试代币一部分进行到供应。有了供应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对应的进行借贷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其他的话也没有了。然后第一赛季的最下方有个 NFT 啊，这里的话它一共出了大概现在是有8个。我们点击到右上角，这里的话一共有8个徽章和 NFT， 就是基本上就是 NFT 了。8个徽章的话，你有没有拿到呢？这里如果没有拿到的话，自己去核验一下。你拿到的情况会显示什么？我们比如说点开一个，它这里会直接提示你就是没有就不符合资格，就说明你已经拿到了。怎么查看呢？点击到自己的 My Proof， 就是个人信息，然后这里呢是你所有的徽章都会体现在这里。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没有了。以上就是关于到这个 PHROS 的补充。本期视频的话也到此为止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视频再见。